蓝兵接到空军200架6代机的订单，正在快马加鞭的生产中，同时他也正在着手准备改造升级59式坦克。老徐，怎么了？一鸣，小篮子同志在吗？在的。陈一鸣将电话交给蓝兵。小篮子同志，坦克改装的事情进展怎么样了？万司令对你的项目十分重视，所以让我过来问问。能别催吗？已经在改装了，不过现在还是半成品。我记得坦克已经改装的差不多了。就你多嘴，就你知道。是，不过现在还不够完美，仍然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不过现在想要测试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测试了，那我可以参观一下吗？没问题，随时恭候。双方定了一个坦克实测的时间。好，那就约好了。挂断电话，徐正清当即给万之毅打了过去。万司令，小篮子那边的坦克已经可以开始实测了。可以实测了，这才过去了1个月，进度这么快。同时6代战机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平均2天产3架，生产线稳如老狗，没有丝毫故障出现。今天是坦克实测的日子，你们没事一起来看看吧。小篮子同志，测试场地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差你的坦克了。稍等哈。这特么还是坦克？谁家坦克这么夸张？这简直就是装了履带的一栋堡垒啊！你们可以上来，一起去测试场地。一起？我们这里有6个人，加上你就是7个，做得开吗？放心，内部空间我改装过，宽敞得很。众人这才放心，顺着梯子爬上去。这真的是由59式坦克改装来的吗？这内部好像和6代机的差不多啊。没错，我就是按照6代机来改造的，智能系统也是和6代机用的同一种。接下来就拜托一鸣来驾驶了，我需要对这辆坦克的性能打分。没问题。徐正清将测试场地的位置告诉陈一鸣，然后接下来就先开始机动性测试吧。好，能达到越野车1半的速度就可以，就算完美过关。随着徐正清一声令下，陈一鸣和越野车驾驶员同时将油门轰到底。我靠，把越野车甩掉了！100公里加速不超过5秒，广受女性喜爱的大宝1911，100公里加速也才5秒。小篮子，这个是高速模式吧？是。什么情况？小篮子同志在改装的时候都会对速度进行分级处理，现在是高速模式。高速模式，2段加速所用时间相差无几。那这辆坦克的极限速度究竟是多少？好了，切换极限速度吧。时速280，时速370，时速400。坦克速度最终达到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减速，前方是岩石区域。不用减速，全速撞过去，正好进行装甲测试。我靠，400公里每小时的坦克撞岩石，这不是作死吗？陈一鸣也有点担心，但看着蓝兵认真的样子。与此同时，山区中有一支小队正在训练。队长，什么情况？不清楚啊，难道说有坦克在测试？但坦克测试怎么会发出这么大的响声？该不会是出现什么意外了吧？训练终止，跟我去救人。这到底是什么鬼啊？这究竟是什么坦克啊？坦克驾驶室内9点钟方向还有一块更大的岩石，速度加满，撞过去。7点钟还有一块，撞。不断指挥着陈一鸣驾驶坦克撞击岩石，很快岩石区就被清扫了大半。长时间的冲撞，坦克竟然一点损伤都没有。这究竟是什么强度的钢铁啊？这样造都没事。还行吧，你们满意就行。万司令，我们已经在对小篮子同志新改造的坦克进行实测了。测试结果怎么样？很好，相当好。万司令，你如果在现场的话，肯定会被这辆坦克的性能所震惊。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过来观看一下。等我马上赶到。快去准备车，我要去坦克测试基地，速度要快。是，还好周围石头没那么多，否则今天非得让这几个小年轻折磨死。正说着，彼得又忽然看到一旁的蓝兵正在对坦克进行打分，好奇凑过去一看，装甲测试合格，速度测试合格，这才只是合格。装甲测试可以结束了，接下来的测试是翻越我们眼前的这座大山。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个不敢置信地看向蓝兵。小篮子同志，要不就测试到这吧，我这副老骨头顶不住啊。是啊，刚才的2轮测试已经能体现出你这辆坦克的性能了。要说翻山测试的危险还是太大了，要不就算了。小徐，你说的？我觉得有必要进行翻山测试，这个测试还是很有必要的。要知道，我们龙国陆军所面临的战场不仅仅只有平地，山川地貌环境都是不缺少的。要不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是先下去吧。怂啊，老老实实跟着坐好。刚才我忘记说了，舒适性方面其实可以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下一秒，众人就听到驾驶舱周围气动装置启动的声音。这就是重量陀螺仪模式，效果这么好，现在感觉好多了。如果能维持这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就开始翻山测试吧。几位国士，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翻山测试了。开始了，这效果真是绝了。只用了10分钟便翻过了一座大山，蓝兵则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写下合格2个字。还有改进空间了。好了，
这个翻山测试算是勉强通过了，接下来进行坦克火力测试吧。这个靶场可以测试炮弹威力，刚刚好。那我按照这个位置开过去了。坦克内部有导航装置，直接将目的地输入就好了。看到这条红线没有？这是智能系统为你总结出的最优路线，跟着一直走就行。陈一鸣发现，方圆10公里内的环境都可以被模拟出来。如果这个导航范围能再大一点，岂不是能在最远射程，精准定位到敌方坦克？这是坦克的雷达，如果能链接卫星的话，这个导航范围可以变得更大。听到这里，众人都惊呆了。蓝兵的200架6代机的订单已进入流水线生产的模式，现在准备测试他改造的坦克的活力性能。1号靶场主要测试的是坦克火力，所以大部分靶子的强度都很高，能够对靶子造成显著伤害的话，也就说明威力过关了。哼，停车！干什么你？我已经联系好靶场了，开过去就可以直接测试。这个距离就可以，我打算测试一下坦克的射击范围。射击范围？现在距离靶场还有很远的距离呢。你懂什么？我要测试一下坦克射击的极限范围，也就是在80公里外发射火炮。这不是在开玩笑吧？80公里外，这和浪费子弹有什么区别？小蓝子，你可能不是很了解，目标超过20公里就很难进行瞄准了，外加导弹乱飘，4舍5入就是根本不可能打中。打不到敌人，浪费子弹也就算了，但如果痛击友军的话，那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是啊，不如我们先开过去，从20公里测试射击范围，然后一步一步拉远距离，怎么样？就喜欢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家伙。超远视距瞄准已启动，这超远视距正在自动锁定目标。这是？别大惊小怪的，这是辅助瞄准功能，可以理解成只要能锁定就能命中。小徐，快让人把测试靶场清理干净，准备射击。这坦克的炮管居然是电磁炮管。这只是一个试用版本，炮管口径只有560毫米。等到改装完毕后，这个炮管的口径应该还可以提升。无论是迫击炮还是坦克之类的重火器，炮管口径只有150左右，而蓝兵所制作的这个电磁炮管相当于常用炮管的3倍。小蓝子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很严重吗？火力测试开始之前，大家先把这个耳罩戴上，以免对听力造成什么伤害。耳罩？我们现在距离靶场足足有80公里啊！然后蓝兵对着陈一鸣比了个发射的手势，后者心领神会，按下发射按钮，一道更大的爆炸响声从远处袭来，刺目的火光陡然爆发。这究竟是什么鬼啊？在炮弹爆炸的瞬间，原本井然有序的军区瞬间开始骚乱了起来。王部长，对，这么大的动静，应该是导弹部门在测试吧？喂，你们部门在做新导弹测试吗？为什么不通知一声？没有啊，怎么回事？进来不知道先敲门。部长，刚刚接到消息，1号靶场发生巨大爆炸，疑似是导弹。咱们没有测试啊，今天。坦克内部所有人盯着屏幕，看着1号靶场发生的动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蓝子，我们刚才发射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炮弹，这是我研发出来的电磁动能炮弹。电磁动能炮弹？没错，这种炮弹的优点就在于速度极快，而且威力大，堪比小型核弹。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辐射之类的副作用。好了，大致就是这些东西。之后口径提升，威力应该还能再提升一些。我们先过去看看靶子吧。好啊，我也想看看具体情况。等等，肯定得让万司令看看。视频很快发送过去。这是发生什么了？难不成是导弹部门在测试新导弹？喂，万司令，这是我们刚刚坦克火力测试的画面。火力测试？不会吧？这个距离，真的是坦克实测画面吗？虽然我也不太相信，但这的确是真的。你们是把小型核弹塞到坦克的炮管里了吗？徐正清一五一十的把电磁炮弹的事情告诉了万司令。太暴力了！我已经赶到军工部了，我现在就去1号靶场。如果这是这辆坦克的正常水平，那我们龙国的陆战军将再也不会畏惧鹰将。万志毅连忙来到军工部，他直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万司令，这是在做什么？不瞒您说，刚才的动静您也听到了吧？我刚开始以为是导弹部门，可电话打过去才发现根本不是他们。的确不是导弹部门。啥？万志毅没有多说，只是将徐正清传给自己的视频打开。这还记得之前监视罗斯改装6代机的那个小伙子吗？蓝兵啊，当然记得。您是说？没错。视频里的这辆坦克就是这小子改装的，刚才的爆炸也是他们在测试坦克。测试坦克威力可以和小型核弹媲美，但好处就是没有辐射。万司令，这样吧，我先派一辆辐射探测车过去，
确定现场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我和您再去1号靶场。有点道理，的确这门火炮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好，探测车出动，看着始终没有变化，一直停在0的屏幕。万司令，经我检测，1号靶场现场并没有出现辐射之类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出发。驾驶员将油门踩进发动机，速度爆发，很快就到了。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坦克。这种东西也就只有蓝兵能造得出来了。我看，小篮子同志你好，我是之前与你通过电话的万志毅。您好，您好。这儿，小篮子同志，这就是你亲手改装的坦克。小徐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就是被那些视频吸引过来的。哦，这辆坦克就是用之前申请下来的59式坦克改装成的。我用了新型合金，加了辅助驾驶，舒适方便也改动了不少。再其次就是这门重炮了。这个我知道，电磁动力炮弹，威力堪比小型核弹，然后还没有辐射，是吧？这人会抢答呢，不错不错。是的，你真棒。小篮子啊，这个坦克的体型是你专门设计的吗？哼，灵活性和隐蔽性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啊？呵呵，王部长可以放心，这辆坦克的灵活性是我见过所有坦克里面最好的。不瞒你说，我就根本没有考虑过隐蔽的事情。说来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之所以不考虑隐蔽性，是因为我对这辆坦克的装甲足够自信，就算是导弹来了，也别想撼动这辆坦克分毫。这真的有这么厉害？并不是两人不信蓝兵所说的话，是因为蓝兵说的东西实在是太离谱了。两位，蓝兵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已经对装甲和火力进行了全方面的测试。好样的，我也。蓝兵研发完第6代战机后，又帮龙国研发超级陆战坦克，测试结果简直可以用恐怖来说。坦克装甲测试，我们选择的是山上的岩石。这辆坦克在400公里的时速下，连续硬撞10几块巨大的岩石，都没能让它的速度减缓分毫。而且火力方面，就刚才那一炮，我们就是在80公里外发射的，精准命中，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射程范围达到80公里的都，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虽然我参加了这辆坦克的实测，但具体改装过程我并没有参与，是4位国士一直在帮着蓝兵小同志打下手来着。小徐说的没错，但我们负责的也只有拆解部分，到了真正改装的环节，就没我们几个人的事情了。他们哪里是不想参与，根本是实力不允许。所以这辆坦克的改装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呵呵。万志毅下意识从口袋里掏出一柄小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对了，小徐，这根炮管的口径是多少？这是小篮子同志研发的电磁炮管，目前这根炮管的口径已经达到了560毫米。多少？您没听错，就是560毫米。而且小篮子同志说这根炮管的口径只是暂时的，后续还有提升空间。测出来了，数据测出来了。测出什么来了？这还用测试吗？当然是刚才炮弹发射在靶场爆炸的数据啊！你们看看刚才那一炮打出来的弹坑直径大约有1.2公里，爆炸中心点的坑深最深的地方有35米。如果按照爆发范围和威力来计算的话，刚才那一炮的爆炸效果差不多相当于100万吨 TNT 爆炸的威力。这要是能够量产的话，简直就是一台移动核弹发射器啊！小篮子同志，像这枚炮弹，这辆坦克的装弹量能够达到多少？80枚。多少？80枚，80枚，80枚。我说首长，耳朵有问题，趁早看，晚了不好治。谢谢哈，我能上去体验一下你所说的功能吗？当然没问题。陆军司令如果都不行的话，那谁行？这么豪华。坦克内部一般都是比较简陋的，而眼前这些华丽的屏幕以及舒服的座椅，是他从未在坦克上面见过。小徐，你来操作吧，我就看看，不上手了。成。就这样，把刚才测试的一套项目，又让陆军司令万志毅体验了一遍。好啊，有了这辆坦克，联合军演完全不是问题。至于鹰将，就等着被我们狠狠打脸吧。现在我们测试的是主武器，接下来可以测试一下副武器的火力。就2号靶场吧。徐正清驾驶坦克朝着2号靶场方向行进过去。主武器重要，副武器也同样重要。副武器一般选用的都是重型机枪。已经定位到2号靶场，距离8公里，差不多，就用这个靶子来测试吧。好。小篮子，你选择的靶子是用来测试坦克主炮的，这个靶子厚度足足有12米，刚好，就这个靶子，准备测试。是。只见一旁的徐正清按下开火按钮，这是什么动静？你按到主炮的开火按钮了？没有啊。在8公里之外，
刚刚被蓝兵选中的靶子，此刻已经被巨大的烟尘笼罩。靶子呢？小篮子同志，这辆坦克的副武器机枪口径是多少？160毫米。这小子绝对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不对呀，就算是160毫米的口径，也不该直接把移动墙给轰没了。王部长，这个靶子制作的时候是不是有豆腐什么的？闭嘴！不可能，我们的靶子不可能出现问题。没出问题的就只能是子弹了。小篮子同志，你的重机枪子弹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这个重机枪的子弹，我选择的是电磁动能子弹。我在里面多添加了一层激发装置，当子弹射入敌方体内的时候，这层激发装置才会启动，接下来的效果就和炮弹爆炸的效果差不多。你太哇塞了！好了，继续测试吧。已经测试的差不多了，可以了。急什么？接下来锁定全部靶子，火力全开。好。等到烟尘散去，原本还矗立在靶场上的几十个靶子，化作了一地废墟。好家伙，这子弹用来打人的话，简直就是浪费，完全可以用来反制坦克了。好了，就测试到这里吧。这次差不多了。蓝兵掏出文件夹，在副武器火力测试后面写下了合格2个字。接下来还有一项测试，就是电磁武器测试。电磁武器，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电场和磁场发动攻击的设备，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武器的杀伤性。就好比之前武器展上提到的电磁枪概念，会射出一阵电磁波长。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甚至没有听说过？那是因为这个东西还停留在概念阶段。小篮子同志，你这个电磁武器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电磁武器一共有3项功能。第一项功能就是能够实现10公里范围内的电磁系统瘫痪。这第一次怎么没有测试呢？这么重要的功能，肯定要等万司令来一起玩啊！嘿嘿，看来我还挺重要的嘛。行了，第2项则是可以让方圆5公里的设备机动性能瘫痪。说白了就是装甲车、摩托、坦克、战车什么的失去动力系统，可以这么理解。但我所说的瘫痪，实际上是报废、无法修复的那种，懂了吗？我勒个去，这也太狠了！那敌军只能腿着跟咱们对战了。哈哈哈！这个第3项功能也是最厉害的，可以向电离层释放超大功率电磁流，并且通过超大功率电磁流改变天象，制造闪电风暴。哇塞，真的假的？诸葛亮好像会这个。人家诸葛亮那是观测天象，充其量是个天气预报小能手。小篮子拿着个闪电风暴可以做什么？或者说杀伤力大概是多少？呵呵，这个闪电风暴足以让2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化为灰烬。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惊呆了。那这电磁风暴简直就是毁灭性武器呀！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手段吗？连这个你都能实现了？6代机上是不是也能配备这些武器了？那岂不是可以一敌百，不一敌万了？我改造的超级坦克功能测试基本都过了，在我谈到终极技能闪电风暴的时候，所有人都慌了。小篮子，你说的闪电风暴是真的？当然，接下来就要测试这个功能了，你们可以拭目以待。不过想要测试这个功能，还需要一点设备。你说都需要什么？我给你安排。王部长，我需要几辆坦克用来测试这个功能。哼，坦克，这成本就有点高了。高就高吧。测试成功，这辆超级坦克能够以一敌百。需要什么样的坦克，我这就准备。找一些退役坦克吧，功能尽量完好的，然后安排到我们2公里的范围内就可以了。好说，好说。好了，我们先下去吧，在外面才能看清楚闪电风暴的全貌。大家走着。喂，听得到吗？收到，随时可以开始测试。好，那就开始吧，先进行第1项测试。收到，是骡子是马，马上就要揭晓了。开着退役坦克过来的士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部长叫我们开着坦克过来，不是说要配合新型坦克实验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王部长没有说，安静等着就行了。什么动静啊？只见坦克内部为数不多的电子元件，此刻就像是短路了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坦克出现故障了，赶紧联系王部长。报告部长，我这里的坦克出现问题，所有设备都发生故障。这是怎么回事？你问我，我问谁去？王部长他们就在附近，赶紧出去汇报，别耽误了测试。居然都出来了，发生什么事了？不好了，王部长，我们的坦克车内部电子元器件全都损坏，就连通讯频道都不能用了。我们的也是，还有我们的坦克。没事的，都回坦克里去。众人诧异地看向蓝兵，开始测试第2项功能。是。不一会儿，众人又看到一批士兵慌慌张张地下了坦克，朝着这边快速奔跑过来。王部长，我们的坦克动力系统受到损坏。这也太强悍了吧！
呵呵，更强悍的还在后面。你好，这些坦克里还有人吗？没有了，都出来了，开也开不了了。好，现在开始测试第3项功能。带好。与此同时，电磁武器按钮被徐正清重重按下。众人看着这魔幻的一幕，一时间愣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闪电风暴足足持续了1分钟之久。这是魔法吗？不，这是科学。如果用这台坦克在军演上展示闪电风暴，别说鹰将了，就算所有国家的陆军加起来，估计都比不过这辆坦克。蓝兵掏出文件夹，在电磁武器测试的后面批注合格2字。小蓝子，这个闪电风暴的效果只是合格吗？是啊，我感觉已经相当完美了啊。这辆坦克估计会成为核武器之后又一个要被国际禁止的武器了，怎么会只是合格？真妥，这点效果他们就满意了。在我看来，这辆坦克的功能的确只够得上及格线。及格线？你是不是对及格线有什么误会啊？这个效果只算是能用吧。2公里的杀伤半径有什么用？必须得扩大一点。接下来我还得对这辆坦克进行升级。还要升级？还想怎么升级啊？不用，这就够了。小篮子同志，我现在代表军方向你下订单。哈哈哈，我一猜就会，又要发财喽。可以哦，不过我是有要求的。要求你随便说，一定满足。和6代机的要求一样，材料需要军方全部供应。另外，我要抽取2成作为劳务费。没问题，小菜一碟儿。别说是2成了，几成都给你。这辆坦克我先定600辆，至于你的要求一定会满足。哇靠，劲爆！钱到位了，我也就到位了。蓝兵告别众人，便直接回到工厂。坦克要是能改装变形机甲战士，那机动性就又变强了。嘿嘿，就这样改。长时间的工作已经让他的心神都开始有些疲惫，就算是生产队的驴也没有这么干的呀。所以蓝兵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第2天7点，吃过早饭之后，便直接来到了工厂。小蓝子同志，打下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6代机的核心技术，到现在他们都还没学会，还想打下手？有2位的帮忙，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估计我会轻松许多。我打算研究一种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新元素。不是改装坦克吗？怎么又要研究新元素了？这跟改造坦克有什么关系吗？小蓝子，虽然我不知道你想要研究新元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目前人类能够接触到的元素已经全都被研究了一遍。的确是这样，不过你可以说一下你想要研究的元素的功能，我们可以从已知元素中帮你筛选出几个符合的。正是因为没有符合的，所以我才选择研究一个新元素。我说怎么弄，你俩照办就行。语不惊人死不休，李德佑和赵康平2人顿时蒙圈了。创造新元素，这是我能听的吗？那你可以说一下你想研究的新元素究竟是什么吗？当然可以。QT 变形因子金属元素，这就是我要创造的新元素。不过想要制造出来，必须要从微观粒子层面出发，所以我需要借用一台粒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机，这样一台设备的造价是相当高，每台造价也都在上百亿元。别说龙国，整个世界也只有寥寥几台。小蓝子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听了。不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突然要研究物理粒子和新元素？这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有关系吗？废话吗？不是，之所以制作新元素，可以将我的坦克再次进行升级。你这坦克一炮都把山头抹平了，还有再次提升的必要吗？看来小蓝子同志对这辆坦克的要求真的很严格啊。等我改造完这辆坦克，可保龙国陆军百年无忧。成，我现在就去联系，争取尽快帮你把粒子对撞机申请下来。辛苦2老了。陆军司令让我改造超级坦克，我顺手就改造完了。展示后他们非常满意，但是我不满意，因为我要把超级坦克改造成终极机甲坦克。辛苦2位啊，赶紧把粒子对撞机给我搞来，这样我能让坦克站起来。好的。走到外面，李德佑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这个粒子对撞机哪有那么好搞啊？离子对撞研究院。也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能不能见到基础物理科学提升，哪怕一点点。请进。沈院长，航天院的李院长打过来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李德佑，把电话转接过来吧。老李，什么风让你把电话打过来了？你们研究所的粒子对撞实验还在进行吗？刚做完1次实验，结果不是很理想。你问这个做什么？幸亏没成功，嘿嘿。那粒子对撞机现在应该是闲置的吧？正好我这边打算借用一下。等等，你们不是在研究6代机，为什么要借用粒子对撞机？这2个东西好像完全不沾边吧？啊，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借用粒子对撞机来制造一个新元素。等等，制作新元素，信息量太大了。我这边已经拿到了相关领导的授权，计划正在筹备。然后呢？你负责新元素制造？不是我，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有多年轻？大概20出头吧。是女的吗？不是。是男的吗？哈，这件事在电话里说不清，你来我办公室吧。粒子对撞机也在我们这边。
已经在路上了。几个小时后，李德又顺利来到沈一年的办公室，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讲解了一下。不可能，这公式虽然看起来很合理，但绝对不可能制作出来。你们研究院这台粒子对撞机的量级可能不够。什么？居然被对方说量级太低，对方一定是个疯子。小兰子同志，我已经到粒子对撞研究院了，但他们的粒子对撞机量级太低，不符合你之前所说的要求。没关系，借到了就好，准备一下，我要视频指挥你们操作，提升性能。好，狂妄，这小子太狂妄了。行了，老沈，这是上面的命令，配合吧。好了，让他指挥吧。李德又拨通视频电话。稍等，按照蓝冰提供的参数修改设置的机器，居然成功启动了，并且顺利运转，屏幕上还不断出现反馈，验证通过。居然全部通过，设置好了，咱们尽快开始试验吧。没问题，准备粒子对撞实验。两束高能粒子在对撞机的催动下，以光速开始运动，仅是一瞬，便穿过了漫长的甬道，精准的撞在一起。实验居然成功了，这个数据是原来的好几倍。老沈就跟当初的自己一样，真是没见过世面。那个年轻人提供的建议竟然真的成功了，之前我还以为是在胡闹，可现在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了吗？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上大学吧。沈一年在兴奋过后也忽然有些羞愧。蓝冰是吧？之前我因为你的年纪而不相信，我向你道歉。没关系，测试完毕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试验了吗？不行，数据还是差了很多啊！可我们龙国只有这一台粒子对撞机啊！不光是龙国，其实在蓝星上，许多国家都没有这种东西。能建造一台粒子对撞机，就已经可以体现出国家实力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改装来提升这台粒子对撞机的性能。改装粒子对撞机，这是能说的吗？这小子改装改上瘾了吧？小兰子同志，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没有开玩笑啊！想要进行接下来的实验，这台粒子对撞机就必须改造升级的。那我现在去申请一下。沈一年，你好申请，发送给上级。虽然说我不相信蓝冰能够真的制作出新元素，但万一呢？不出意外，上级同意了申请。他表情欣喜，立马打电话给李德佑。老李，上级已经同意改造计划了。那是肯定了。沈一年立刻来到研究院。所有人现在可以停下手里的工作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切以蓝冰同志的改造计划优先。收到这个好消息的李德佑也立刻将消息传递了回去。通知各大军区抽调人手，这次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大工程，一定要保证参与工程的人员专业过硬。是，万司令，抽调多少人手比较合适？多少人手？不低于10万人。这收到。很快，各大军区的运输机、大巴车纷纷到场，10万军工人员齐聚南方军区。都跟我来吧。这不是小兰子吗？他怎么来了？我叫蓝冰，接下来由我负责整个改造工程。这个工程需要的时间很长，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要卖力一些。我在这先谢谢大家了。他刚说完，整个广场瞬间嘈杂起来。这是负责人也太年轻了吧，看起来才20多岁，和我儿子差不多大。蓝冰在王立安的帮助下也完成了分组。所有小组长和我去会议室。都听见了吧？还不快走！这只是个总略图，各个零件拆分的图纸保存在电脑里面，我待会儿会发给你们各个小组。改造粒子对撞机，我们一共有1个月时间。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懵逼了。要知道，一台粒子对撞机足足有几10公里长，并且还是全埋在地下的。整个隧道竟然达到了300公里，迄今为止最大的粒子对撞机也才有27公里啊！这还叫改造吗？这简直就是重新造一个啊！这怎么可能完得成呢？大家别紧张，我们要做的并不是重新制作，而是升级改造。啥？你管这叫改造升级？这年轻小伙子是来搅局的吧？哎，小子，你是不是来搞？闭嘴！你给我站好了！蓝冰说啥你干啥就得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蓝冰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么大的工程在1个月时间完成，有点不太可能啊！你懂什么？1个月的时间绝对可以完成，并且以我们的人手改造这台粒子对撞机相当足够。究竟是谁给你的自信啊？梁静茹吗？蓝冰为了给坦克增加机甲形态，组织整个部队一起升级超强粒子对撞机。好了，各个小组来领取一下自己的材料，然后就可以开工了。不知不觉，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各个小组将制作好的零件全部运往改造基地，加上这些，超能粒子对撞机也就完成了。好了，大家努力，完成这最后一点。最近大家辛苦了，超能粒子对撞机改造完毕，在场10万多军工人员热泪盈眶，终于完成了。本来以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没想到在蓝冰同志的指挥下，我们真的创造出了这个奇迹。这项大工程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接下来，超能粒子对撞机要进行首轮测试。全部通过，恭喜大家！
这次测试的数据很不错，没有辜负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竟然收集了100万 T 的数据，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每一条数据都是之前粒子对撞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粒子光束能量竟然达到了6万太，这怎么可能？其实还是不够，准备加大能量。还不够，还要加大能量，这是10万伏特，让我想起了一只黄皮耗子的影子。怪不得小兰子同志说我们之前那台粒子对撞机不符合要求，这才对嘛！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配合，大家可以休息去了。小兰子啊，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坦克改装的事情不着急。蓝冰嗯了一声，转身便朝着自己的实验室走去。小兰子，你的宿舍在那边。我能不知道在那边吗？不过在休息之前，我打算现在就把新元素粒子搞出来。这也太卷了吧！你们要去休息吗？蓝冰都这么勤奋了，这种场面能不过去好好学习一下？小兰子同志，等等我。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时候搞的？身为航天院院长，这个小房间里的机器里，德佑竟然都没见过。这些仪器都是怎么搞到的？老沈，你还懂这些呢？这些仪器和我们研究院所用的功能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仪器的功率看起来都很大。说来也奇怪，我们科研院都搞不到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沈老，你挺逗的呀，因为这些都是我做的，你们怎么会有呢？沉寂了许久的各种设备也开始缓缓运转。是这样，这是我专门用来制作新元素的地方，之前改造的超能粒子对撞机也搬到这里。接下来只需要把我提前选好的元素装进对撞机中，就能得到我想要的新元素了。凭我的理解，制造新元素估计又是帮不上忙。老李，你说小兰子同志是人吗？啥？我总感觉他不是蓝星人，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而且还是从科幻电影里。这哈，听到他的话，李德佑等人刚想笑，可回忆起之前蓝冰的种种表现，却又笑不出来了。一个全新的元素就此诞生。什么？真的成功了？老李，你看到了吗？一个全新的元素诞生了。看到了，我就离这屏幕半米远，我还没瞎。在场的几位博士都被彻底震撼住了。大家都辛苦了，该回去睡觉的去睡觉吧。听到他这样说，众人和蓝冰告别过后，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去。第二天早上，蓝冰直接来到工厂，重新召集了之前的那批军工人员。接下来你们需要负责的是流水线的搭建。小兰子，你管这叫流水线？这真的是我们能做出来的？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就是了。这只是粗略图纸，后面还有详解，会通过邮箱发送给你们，只有10天时间哦。什么？10天？行吧，信你。蓝冰并没打算参加流水线的筹备，他要对坦克进行2次改装升级，那就是坦克改装变形机甲方案。很快10天过去了。小兰子同志呢？这几天一直没见到，听说他一直待在实验室里，连门都没出过。门都没出过？走，咱去看看。还是我去吧，你们忙流水线吧。小兰子同志，怎么了？咱们的流水线建成了，要不要过去看一眼？不用了。徐正清也没再打扰，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几个小时后，一辆崭新的电磁坦克缓缓从流水线中运了出来。流水线全力运转，一天最多能制造出8辆坦克。对了，这条流水线的产量怎么样？徐正清将自己刚才计算出来的数据说了一遍。现在距离联合军演还有3个多月，也就是最少会有720辆坦克产出。小兰子同志呢？还在实验室，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很忙的样子。对了，我想起来了，之前小兰子同志说要用新元素对坦克进行升级。升级？电子坦克都这么牛了，居然还有升级空间？走，我们去看看。一挥手，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出了工厂。请进，终于完成了，万司令。小兰子同志，你这在做什么？对这辆坦克进行了升级而已。升级？只是增加了一种模式，所以从外表来看没什么变化。哦，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财力，结果就只获得了这么一点提升啊？怎么有提升还不高兴？对了，徐大哥来了吗？我在。这辆坦克刚升级改造好，帮我测试一下新功能吧。没问题，可以启动了。好，现在开启机甲模式。什么？机甲还是机甲？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这，小兰子同志，刚才我曾怀疑过你，觉得你消耗这么多资源做一个小升级，我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我真不知道这个小升级会是这样。周围人都看傻眼了，要知道万志毅可是龙国的陆军总司令啊。你扶着我点，我可能是昨晚没睡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测试吧。好，你随意。徐大哥，现在可以开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李老，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派人送你去医院抢救。我没事，你们放心。那您刚才是？万司令，您对神经连接系统是不是没怎么了解过？科学研究的事情我确实不太懂，我只会带兵作战。
蓝兵已经把59式坦克改装成超级坦克，已经所向披靡了，但他还不满意，非要让坦克变成机甲站起来。您刚刚有没有听到小蓝子同志说的是什么？好像是开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什么的。没错，很久以前就有科学家提出过一个设想，将人体的脑神经和现代电路通过某种方式连接起来。简单来说，你的一个想法就可以轻松变成一个极难的操作。您可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瞬间成为金牌飞行员。那如果这种装置能够普及的话，我们龙国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了。现在要看能不能达到我们期望的效果了。下一秒，徐正清眼前一花，紧跟着一股奇怪的感觉充斥大脑。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和这台机甲融为一体了？开始测试机甲性能吧。真的要测试吗？放心，大胆的折腾就行了。那行吧。继续测试。是，感觉眼前这一幕实在是太过科幻，一点都不现实。巨大的地震感传遍了整个军区。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地面在震动？走，快出去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个机甲。难道军工部最近有做类似的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那还等什么啊？赶紧上报啊！沈一年办公室中，小蓝子同志是怎么画出这种图纸的？每个部分我都看得懂，但合起来为什么就像天书一样？我得找个时间去请教一下。可就在这时，巨大的声响从外面传来。怎么回事？地震了！他下意识朝外看去。哇靠，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情况？司令您稍等，我这就问问。快点问，吓了老子一跳。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拉响警报？王部长，不好了！我们在军区内发现一台巨大机甲，它正在对咱们军区实行恐怖袭击。巨大机甲，的确是有，而且还是自己亲眼看得变身的。赶紧解除警报，这是我们在做测试。可凑合，可以结束测试。徐正清接到指令，立刻停下了动作。我现在已经熟悉这台机甲的操作了。蓝兵同志，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火力测试？可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之前测试坦克用的靶场，现在还没修复好，所以咱找个附近的无人山区测试吧。那我们就找个山区，赶紧的，1秒钟我也不想等了。军区附近的山区很多，随便找了一个就打算过去。我早上接到通知，最近气温炎热干燥，山区失火了，立刻安排士兵控制火势。是，如果是控制火灾的话，其实可以测试一下坦克机甲的冰霜弹。冰霜弹。改造机甲的时候，我抽时间设计了几种炮弹，全部装进了这辆坦克当中。这个冰霜弹会释放出大量液氮气体，这些气体不仅隔氧、阻燃，而且有极寒的效果，还能形成冷气云。看来我做的这笔生意是相当赚的，坦克也改装了，军区山火也有望瞬间扑灭了。这样一来，任务的危险性和伤亡率也能降到最低。那就按你说的，用冰霜弹灭火，没问题。蓝兵拿起对讲机，将刚才的事情和徐正清说了一遍。如果可以的话，那肯定得赶紧救火。喊什么喊？哼！先变形坦克模式，让我们进去啊！徐正清将王立安提供的定位输入3D 导航，仅用了10分钟左右，众人便在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不好，火势已经开始蔓延了，再这样下去，周围的山也要被点燃。启动变身模式，准备释放冰霜弹。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远处正有一名野外直播爱好者正在进行直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那里了吗？那就是山火，可以说是世界上危害最大的火灾之一。我靠，主播，你快看，那是什么？高达，绝对是高达！我靠，这是什么东西？还飞起来了！直播间突然显示您的直播间已被封禁。某座新闻大楼。喂，你好，老张，现在有一条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需要你们去处理。军事机密，优待机的事情不是早就处理过了吗？我马上就去处理。好，新闻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记得动作要快。是。这是什么？这机甲也太夸张了吧！而与此同时，蓝兵等人却是不知道他们救火的行为已经被网民想象成了开机甲打怪兽。发射冰霜弹。是，发射。下一秒，藏在机甲肩膀上的巨型火炮轰然开火，整座山都被冻住了。竟然把整座山都冻住了，这得装了多少液氮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一枚冰霜弹如果打到战场上。与此同时，外媒的舆论还在发酵。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视频是假的。您消消气，我觉得也有问题。这份视频发给坦克研发部门了吗？发了，他们和您的反应一样。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的话，那这次联合军演的难度就大了。接下来要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当然，你自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还交给我。我有一计。与此同时，一条公告突然传遍全网，鹰将竟然临时修改联合军演的规则，不仅要比拼质量，
还要比拼数量？厚颜无耻，厚颜无耻！发现质量比不过我们，就想要靠数量打败我们。鹰将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新型坦克和机甲的？找到了，有人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是刚才灭火的视频。百密一疏啊！鹰将真是自取其辱啊！现在无论是6代机还是电磁坦克，都已经实现了量产，200架6代机，要不了多久就能交付。坦克距离交付也没多少时间，一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就足以抵得上他们1年的产量了。以如今龙国的实力，为什么会怕鹰将呢？无需忍让，这次龙国要震惊世界。蓝兵研发的超级坦克变身成机甲战士也就算了，还帮忙把军区的山火给扑灭了，这下给陆军司令可高兴坏了。看来离咱们龙国争霸联合军演不远了，一定会震惊世界的。谁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将历史的敌人踩在脚下呢？机甲的火力测试还是比较完美的。扑灭山火后，众人便回到了军区。小篮子同志，这辆坦克我能开走吗？没问题啊，这您还用问我吗？不过要开走这辆坦克，我还有一个要求。那你说有什么要求？得加钱。啊，这小子就认钱，不过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叫事。你放心，需要多少直接报给小王，由他来处理。那我先谢谢万司令了。那我现在可以开走了？当然可以。万司令需要司机不？起开吧你，我自己会开。万司令，这次军事竞赛一共有多少个项目？很多，囊括各国军事的所有领域，就比如战斗机展示，还有坦克列队，还有白刃战什么的，还有冷兵器。当然，白刃战是所有战争都不可避免的，战场上随时会有弹尽粮绝的情况发生。那我能要一把军刀看看吗？当然可以，跟我来吧。对不对？难不成蓝兵还懂锻造？蓝兵跟着万志毅来到仓库，53是4棱4刀，56是半刺刀，56是3棱4刀。蓝兵没怎么考虑，随手挑了一把，这就选好了。就他吧。看来小篮子同志是要改造军刀，一个冷兵器能有什么改造空间？很快，蓝兵回到了实验室，帮我找一块高强度合金金属来。你又要整活了？对，我打算改造升级一下这柄军刀，你就去6代机的流水线找他们要一块就行。好的。鹰将白房子看着有关军事竞赛声明，鹰将总统一脸得意。有了这个规则，龙国对我们再也造成不了任何威胁了。这件事你做的不错，都是您教的好。哪怕网络上流传的那台机甲是真的，这种高技术结晶也绝对不是可以量产的。我已经通知坦克部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力生产，咱们以量取胜。妖姬，等拿下这次的军事竞赛，我们就可以将世界上更多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手中。蓝兵并不知道鹰将的计划，并且就算知道了也不怕，只要制作出合适的元素，然后造出全新的金属，接下来的流程就轻松了。停电了。靠啊！我刚调整好的参数啊。陈长官，麻烦你去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好。不一会儿，灯光亮起，房间内的各种仪器重新运转。哎，果然数据全没了。怎么会停电？可能是因为耗电量太大，所以断电了。耗电量太大，可能是瞬时电压太大。再试试吧。实验进行不下去了，先出去吧。好。小篮子同志，什么情况这是？放心，我这就命令军工部把所有设备停下，将电力全部供给实验室。不用这么夸张，超能粒子对撞机耗能太大，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吧，我搞一个可控核聚变发电，应该能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好的，等等，搞一个什么东西？可控核聚变啊？李老在哪？李老应该在他的办公室里吧？可控核聚变啊，国内无数科学家研究了多年，都没解决的技术。可控核聚变，我知道了，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可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懂啊，帮不上忙啊。那可咋整啊？对了，老周。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二老连忙开车赶往周维明的办公室。此时周维明正坐在办公室里怀疑人生。 6代机已经批量生产了，核裂变模组我也见过了，可是我怎么什么都没学到呢？老周，不好了，小篮子同志要制作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组，你们确定没听错？当然了，我是上岁数了，但是耳朵还没聋，我亲耳听小篮子说的。我们找你来，就是因为你是咱们几个老家伙里对这方面最了解的。哼，对呀，是想让你帮着小篮子同志打下手。道理我都懂，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能帮上忙啊？ 我连核裂变模组的原理还没有搞懂，因为你是核能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啊！就你在核物理方面造诣最深，除了打下手之外，万一还能从小篮子同志那学点东西呢？我俩这可是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好，小篮子同志在哪？在我办公室里。三老，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没问题，
老周就是为了帮你制作核聚变反应堆而来的，你随便麻烦。还有我们2个，尽管滋生就可以了。3位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听说你最近在研究升级什么新产品来着？怎么突然就要制作核聚变反应堆了？当然是因为最近老停电的事情了。改造升级新设备就需要用到超能粒子对撞机，军区的电力供应不够，这样还不如直接把核聚变反应堆制作出来，一次性解决发电问题。你说的我倒是可以理解，但你可能不知道核聚变反应堆制造的难题，不光是技术方面的难题，还有制作周期。你先看看这个再说话。什么情况？这里居然还可以这么做？还有这里，难怪所有人都没有研究明白，原来一开始的思路都是错的。天啊，这真的是人画出来的。周老，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可能都需要你和你们研究院的人手帮忙了。没问题，你需要多少人手，我这就去安排。越多越好吧，毕竟这是个大工程，而且最好是研究核能的人手。没问题。李老、赵老，这个项目需要你们负责带领军工的人员做建设项目。老周都没问题了，我们就更没问题了。小篮子同志，啊？怎么了？这位就是改造军刀的蓝兵同志，这位是特种大队的队长李安。你好。这位是负责军事竞赛冷兵器比拼的人，他听说你给咱们的传统式军刀进行升级，所以想过来看看。不过现在升级款的还没制作出来，因为刚才断电了。你们先到我实验室等一会儿。好的，没问题。蓝兵帮龙国研发的第6代战机和超级坦克已经进入量产阶段了。在听说半年后的联合军演争霸赛上还有冷兵器大比拼这个项目，蓝兵一时兴起，全想要升级军刀。你们稍等，大概10分钟吧，我就能完成军刀的改造。好，多久？你找的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啊？10分钟连保养一套枪械都做不到，还升级军刀背？该不会是磨剪子磨刀吧？当然不是，先看看吧。蓝兵同志从没让人失望过。呵呵，但愿吧。10分钟很快过去，终于做好了。这不就是把普通的刺刀吗？合金块就这样被蓝兵用军刀一片一片的削掉了。要知道，这种合金可是用在6代机和电磁坦克上的。这是什么刀？这就是我改造的军刀，学名叫做高振动粒子刀。啊？什么？西郊科学岛上超大型实验室中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的设备，就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核聚变实验装置，被誉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虽然距离可控核聚变的实现还遥遥无期，但我们已经站在整个蓝星最尖端的了。老周，这老家伙被紧急抽调到军区，没能参加咱们这次实验，看他后不后悔没能亲眼见到我们的实验成果。喂，老周啊！老孙，我已经到基地外面了，快派人来接我。啊，你知道我们刚刚创造了世界纪录了？什么纪录啊？那啥，我刚给你发了段视频，你先赶紧看看。最后这个设计图是啥？哇靠，这是可控核聚变的图纸。准确来说是可控核聚变的部分图纸。对了，你们刚才说什么破什么世界纪录来着？大约10分钟后。老周，你给我发的这些都是真的？当然了，不然你以为军区为什么会紧急召我过去？就是为了制作这些东西备战几个月后的军事竞赛。这真要是有这些东西，军事竞赛肯定高枕无忧啊。话说这些都是你参与制作的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呵呵，当然是我参与制作的，我可是打了好多天的下手啊。周为民还是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你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由一个大学生主导制作的？准确来说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们只是打下手，筹备流水线什么的。居然还实现量产了？刚才视频后面的图纸是真的吗？废话，肯定是真的，我就是来邀请你们去帮忙做可控核聚变的实验的。别说去帮忙，就算是让我打下手都没问题。那还不赶快的收拾东西带上人跟我走。南方战区军工厂中，终于做完了。是啊，不仅完成了，而且还提前了很久。陆军司令万志毅和空军司令刘国梁看着各自的装备，这些可都是世界顶尖的装备，谁能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台？这可是200架6代机，800辆电坦克。这次我们龙国终于不用隐忍了，以我们的实力，必将震撼整个世界。小篮子同志，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按照约定，相应的劳务费已经全部打到了你的账户上。我有短信提示，谢谢啊。随后3人完成了交接仪式。你们这是要去？哈哈哈哈！军事竞赛就要开始了，这些军事设备要先带到竞赛区域。哦，那回见啊！下次要造什么记得还找我。鹰将白房子。
所有装备都准备好了吗？是的，所有军事装备已经整装完毕，随时可以前往军事竞赛区域。那就出发呗，还等什么？您不说话，谁敢动啊？这次我们坦克和战斗机的性能均有提升，龙国不足为惧。所有部队立即前往军事竞赛区域。龙国新闻大厦。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把机甲的热度压下去，怎么现在又有重新起来的迹象？难不成因为军事竞赛的临近？哎，喂，我是万志毅。哎呀，万司令啊，热度已经在控制中了。机甲坦克的消息，先不谈这个，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鹰将作为上次军事竞赛的冠军，他们竟然想在这次军事竞赛中开启全球直播。全球直播？难道是想在全世界面前让我们龙国丢脸？对，既然鹰将准备全球直播，那我们也不要落后，你那边也准备一下，这次要让鹰将知道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好的，司令。南方战区军工部。老周，快带我去见见你说的这个小蓝子同志。这么大岁数了，着什么急？马上就到了。小蓝子同志，怎么了，老周？见到我这么兴奋啊？哈哈哈！这些都是核领域的专家，专门请过来给你打下手的。这位就是我和你们说的小蓝子同志，也是这次可控核聚变研究工程的总负责人。你们好。蓝兵，那台机甲坦克完善了吗？已经做好了。那我现在可以开走了吗？你觉得不差点什么吗？不好意思，你等一下。好了，这下可以开走了。成，那我走了。不好意思各位，你们继续。这东西竟然是真的？当然了，这他妈是电影情节吧？好了，我们来研究一下可控核聚变的事情吧。小蓝子同志，你放心，就在昨天，我们在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上面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创造了世界纪录。就你们那个也敢叫可控核聚变吗？这可控核聚变里面的难题我已经完全攻克了，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仔细研究这份图纸，等你们理解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建造了。什么？这就是老周发给我的那份，而且是完整的。上面有什么不理解的，可以随时问我。你们要尽早吃透这份图纸，我们也能尽早开始建造。老赵，你看他们的表情不和我们之前一模一样吗？是啊，好没出息的样子，嘿嘿嘿。龙国新闻大楼。局座一切准备就绪。很好，所有人准备就绪。等上级的命令传来，我们第一时间开始全国直播。是。好，我知道了。所有人听我口令，3、2、1，预备！现在立刻马上赶紧开启直播。众人无比兴奋，将准备好的设备开启，直播正式开始。我为龙国自主研发了600架天空象战机和800辆电磁坦克，这也是首次在国际军演争霸赛上亮相。谁也没想到这个南天门计划中的6代机以及机甲坦克真的被我这个年仅20多岁的大学生给制作出来了。万司令，我们没来晚吧？距离军事竞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呢。咦，小蓝子同志没有来吗？没，小蓝子比较忙。不过对于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小蓝子同志已经叮嘱，并且亲手指导过我们了。成，那我就放心了。李老你好，我是咱们龙国的战地记者，请问咱们龙国这次有可能会拿第一吗？这是一定的，而且是碾压式的胜利。听说龙国这次也开启了直播，都说龙国人很聪明，但这次却为何要自取其辱呢？我劝你们趁早投降认输吧。说真的，谢谢你们，幸亏你们提出开启全球直播，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展示军事实力。至于你说的投降，要不你们鹰将先打个样儿。哼，走着瞧，少在这口嗨。你们龙国除了会吹牛波，还会啥？一会儿直播一定要把我们龙国风采全部展现出来。没问题。2小时过后，国际军演争霸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各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联合国代表，也是这次军事竞赛的裁判。接下来将由我来宣布比赛规则。第1条，以上就是此次军事竞赛的全部规则。而与此同时，鹰将总统拜登坐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不以为意。毛熊的实力的确不错，但和我们比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下面有请鹰将来为我们展示他们的军事实力。我代表鹰将国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要和龙国一起展示。呵呵，就等你这句话了。想要自取其辱是吧？成全你，当然可以。我们龙国非常愿意和鹰将一起展示。真是没想到，龙国竟然这么快就妥协了。哼，那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超级大国。把我们最强的战斗机拿出来，让龙国见识见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鹰将都拿出5代半战斗机了，那我们就出动6代战机作为回礼吧。是，他刚才说什么？6代机？不可能，龙国怎么可能制作出6代机？别说龙国了，就连我们都制作不出来6代机。你们龙国真是急了，居然虚构出6代机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本来以为你们很有底气，但没想到，呵呵，
你说虚构那就是虚构的，一会试试就知道了。哼，到时候竞赛开始，我会让你们龙国摔得更狠。快去，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机。是。鹰将这个战斗机看起来要比我们的战斗机强很多啊！哎，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和鹰将对拼一下，但现在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差了鹰将不止一筹啊！这下龙国必败无疑。想和鹰将对拼，龙国简直就是自取其辱。的确不错，你们鹰将真是厉害啊！这个大玩具是我最近见过最好的了。大玩具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这就是鹰将的军事装备吗？的确不错，但这种大玩具不应该去玩具赛场比拼，为什么要来军事竞赛？你们的这个玩具在我们龙国很有市场，真的。要不我帮你联系厂家？哈哈哈！难道他们这是在羞辱我？5代半战斗机竟然被对方说成是玩具，这是什么东西？真的是6代机吗？该死，龙国怎么可能会有6代机？怎么样，我们的新战斗机如何呢？听说你们鹰将在航天领域极为强大，那为什么只做出了5代半战斗机啊？是不想造6代机吗？你们龙国就喜欢搞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别以为我不清楚这里面的猫腻儿。猫腻儿，好吧，你的认知也就在这了。只不过是修改了一下造型，就可以说是6代机了。为了外观好看一点，就如此设计。你以为这是科技航展？我们这次竞赛比的是战斗机的性能。鹰将总统说的也没错，这架战斗机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龙国不会真的为了虚张声势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吧？哈哈哈哈！果然其他国家负责人的想法和我一样。龙国就是虚张声势。既然万司令这么有自信，那我们不如比拼一下，就比拼速度如何？战斗机的速度是最重要的性能之一，其他功能都是可以通过后天改良。既然你这么热情，那咱们就玩玩呗！哈哈哈哈！鹰将区一架5代半战斗机拿手。行啊，咱就比划比划吧，比速度是吧？行，准备一下吧，我们这次赢定了。龙国和鹰将的对话很快也传到了裁判的耳朵里。作为举办方，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决定权，更别说双方都没有异议了。记住，直接就将战斗机的速度拉到极限，让全世界都知道龙国和我们鹰将之间的差距，明白吗？明白。正常行驶就行，他们跑不过我们的。好，双方都准备好了，那么比赛开始。万司令，你们的战斗机是不是出现故障了？要不要我们这边的工程师帮你们检修一下？放心，免费的。别说修了，就怕你们连内部构造件都没见过。龙国为什么不抓紧启动战斗机？难不成真的是战斗机出现故障了？这倒是不应该啊！参赛的战斗机肯定要事先经过数次检修的。呵呵，龙国肯定又是在故弄玄虚。突然，只见6代机下方的引擎喷嘴从水平方向开始旋转，标准的90度后垂直于地面。警告！战斗机正在准备起飞，请周围人员尽快远离。选用起飞模式，垂直起降，默认飞行高度18000米。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的上帝！这架战斗机居然就这么垂直起飞了！这气浪，这速度，这一爆，怎么样？这个虚张声势还马马虎虎吧？这假的，肯定是假的。这看着就不怎么真实啊！一会用不用我们的工程师帮你们调整5代战机啊？免费的哦！你我什么我？刚你还说帮我们免费检修呢，我这叫礼尚往来，懂吗？你行了，别你的了，不会说话就安静点看着吧，乖。看着这一幕，众人都傻眼了。